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毛里求斯的高级签证。这个高级签证呢有点像泰国的精英签啊，允许你在毛里求斯可以停留更长的时间。那么同时进行远程工作的话，那也是允许的，因为本身的话，你没有在他们的国家跟他们当地人去抢工作机会啊，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开放工签啊。但是的话，你可以停留更长时间啊，停留超过一年啊，或者一年左右吧啊。那么毛里求斯这个国家呢，说实话，其实是一个马达加斯加岛以东的一个非洲小国。其实这个国家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是我一个亲戚，他们要度蜜月去毛里求斯。当时呢，这个国家呢，我听的名字有点像打羽毛球的地方啊。那么当时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国家其实说实话，虽然说在非洲啊，但是它在非洲的这个人均 GDP 排名啊，都挺靠前的啊，基本上能在前五位左右吧啊，比波茨瓦纳还高一位啊。所以说它这个国家并不穷，而且它本身的话，它四面都是绕着太平洋嘛，所以说它这个国家的这个风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高级签证呢，说实话，有很多视频的博主，他也有一些人旅居在毛里求斯啊，他们也在发。其实办这个毛里求斯的高级签证的话，说实话，其实挺容易的，而且非常简单啊，不难，要求也不高。这个签证说实话有点类似于像被动收入签证。如果说你像退休人员的话，他就属于被动收入人群嘛。那么如果说他想在毛里求斯长期停留长达一年的话，他就可以在那边申请这个签证啊。而且这个签证可以带家属啊，这个非常好。最关键是什么？它是免费申请啊，免费申请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呢，有些博主呢，他推荐这个签证呢，但是他如果说你找他办理的话，他可能会收好几万人民币啊。那么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呢，我们说明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中国内地护照的话，他这个去毛里求斯的话，他是可以享受免签90天资格的啊。那么这是对如果申请者的话还是很有帮助的啊。而且这个国家你看在这个地方啊，我现在打开这张网页呢，就是毛里求斯高级签证的一个官方的说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这样的话有助于大家更好的阅读。好了，我现在翻译成功了啊，整个网页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你看这个高级签证啊，毛里求斯高级签证，然后这边的话，这边是没法翻译啊，然后这边有这个说明啊，就是毛里求斯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毛里求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啊，推出高级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可续期，以欢迎尊敬的旅客，寻求延长他们健康的感觉啊，这些不说了。那么，作为任何打算作为游客、退休人员或者愿意与家人一起来毛里求斯开展业务，或者说毛里求斯远程工作的专业人员，就是数字游民嘛，对吧？在毛里求斯寻求停留最长一年的非公民都可以进行通过高级旅行签证啊，这个非常不错，这个签证，而且这个签证是免费申请啊，这个是非常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要求啊，这边的话，同时有个说明标准啊，申请人不得进入毛里求斯劳动力市场啊，就是不能工作啊。主要营业地点以及收入和利润来源应在毛里求斯境外，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你有被动收入啊、退休收入啊，或者说房租收入也算啊。如果说你可以证明自己的这个视频内容创作来源于这个内容平台啊，也可以证明这个工作是远程工作，来源于这公司给你照样发工资，你中国一个什么字节跳动公司啊，但是允许你远程工作啊，也可以啊。申请的证明文件啊，例如来港目的住宿啊，这个简单是吧？以及其他基本入境要求，比如说保险这种应该也算啊，医疗保险。毕竟的话，有些时候在当地国看病的话，你怕你这个付不出这个医疗费用啊，所以说要有一份医疗保险，对吧？那这边的话，其实还列出了一些步骤啊，比如说1、2、3、4、5、6啊，总共6个步骤。那第一个订机票啊，第二个呢在线申请，看你们这个很方便啊，不需要找别人啊。那么第三个。或通过你的邮件啊获得这个高级签证是吧？那么然后第四个或住宿啊，就是预定住宿啊，你可以租房子对吧？第五个去毛里求斯对吧？如果说这个核酸检测要是阴性的啊，才可以啊去毛里求斯。最后一个呢，其实是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说呢，你如果说这个住宿方面改变了啊，就居住地址改变了，要通知这个 PIO 这个机构啊，所以说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移民局吧，我这样猜想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常见问题，
关于签证啊，高级签证是指在鼓励外国国民作为旅游者、退休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啊，来毛里求斯长期停留，那个在远离毛里求斯的艾滋病安全的目的地国家，说明这个毛里求斯的艾滋病啊，应该是不是怎么泛滥啊？因为大家也很担心这个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对吧？那么他允许非公民在毛里求斯逗留6个月以上到1年，可选择延期啊。这说实话，这个是个长期签证啊，因为短期签证的话，基本上封顶就是在183天啊，183天的话，作为一个税务居民的一个拦截点啊，你超过183天了，那你基本上的话就是当地要有纳税了。好，我们看看谁有资格啊？哪些国家可以资格呢？首先看的话就是中国就有资格。以下列国家的任何非公民都有资格啊，这个可能翻译错误了啊。那么注意，来自以下未列出的外国人啊，国家的外国人仍然可以持旅游签证进入毛里求斯。说实话，他这个作为岛国吧，说实话，其实可能对一些国家的话，不是很敏感。有些国家的话，你像马来西亚就不太允许这个以色列过去啊，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个人，一个很有名的博主啊，他是以色列公民，拿以色列护照嘛，他为了去一些穆斯林国家吧，不得不再去买了一本护照啊，去这个马来西亚旅游啊，所以说很麻烦。你看，但中国的话跟毛里求斯基本上没什么纠纷啊，都可以去啊，这个不是很。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香港跟澳门特区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看有效期多久？高级签证有效期6个月到1年，可续期啊。那么打算在一个日历年内在毛里求斯停留超过180天的人需要高级签证啊，你超过180天，80天就要了啊。那么如果说停留少180天的话，半年不到的话，那你就发旅游签证就行了啊。而且中国人可以那边去免签90天啊。您如何获得高级签证啊？说实话，这个要求很低啊，说实话真的很低。主要这个要求的话，就是这个要求啊，可能稍微要硬性一点，是吧？你要证明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利润来源啊，在毛里求斯境外啊，你说实话，其实可以做业务收入啊。你说实话，淘宝网店也算啊，你亚马逊网店也算啊，这些收入的话啊，都是在毛里求斯境外产生的收入嘛。那么你要产生的足够的旅行费用和这个医疗保险啊，这个我觉得不是很贵啊。我之前也推荐过很多保险啊，申请模式很简单啊，不需要找别人啊，你这边点一下就行了啊。好，我们点开来看一下啊，我点开来这边软件啊，它这边是英文的啊，这个的话有 FAQ 啊，就是常见问题啊，这个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导览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毛里求斯的这个表格，然后这个是一个护照页啊，护照的生物信息页啊，护照的照片啊，机票，你看图标就知道了啊。这个保险这一封信啊，这一封信的话是证明你的住宿的信啊。那个钱钱是证明你这个银行账单可以啊。最近的3个月啊，以及证明的每个月的收入来源啊。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抚养人，包括一些结婚证明啊、配偶啊这些证明是吧？那这个的话是其他的一些证明，对吧？如果说被要求这个关公司要求的话，这个可以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么其实这个申请模式的话，就再申请嘛啊。然后这个简单步骤就是1、2、3、4、5、6啊。填写注意表格，注意什么呢？清单啊，这个清单的话在这里我已经翻译好了啊。其实就这个清单啊，我就翻译好了基本上就是这些清单啊，其实不是很难啊，很简单月收入证明跟那个对账单就行了啊，其实不是很难。那么接下来的话，比如说你完成了这个在线申请了之后呢，你就不用做什么了，只要电子签证通过电子邮件发放它电子签证，所以说你去领事馆也不用去，你也不用邮寄护照签证是免费的注意这个签证是免费，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这个真的太好了那么卫生协议的话，这个就是接种疫苗和不接种疫苗的情况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假期不超过180天的旅游签证这个旅游签证的话，说实话作为中国内地护照的话，它是可以享受90天免签的嘛所以说你真的要去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签证。下面有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是持旅游签证来毛里求斯的，比如说你免签先人过去了看看这国家好不好，然后我再申请这个高级签证要不要长期居住是的，
您可以在毛里求斯逗留期间申请高级签证啊，这个也非常好没有什么硬性要求，说实话很方便啊。如果说我想在毛里求斯工作或生活更长时间，我可以申请职业许可或居住许可证吗？持高级签证在毛里求斯居留的外国人，如果打算在毛里求斯工作或投资，可申请职业许可证或作为退休非公民申请居留证。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不难申请的。为什么呢？本身的话，你过来之前的话，你本身就有在海外有收入嘛然后呢，你又在毛里求斯找到工作了，那你等于说2份收入，你觉得这种国家不欢迎这种有收入的人吗？对吧？这种产生的税收嘛，那你可以申请这个网址看一下那么我持有高级签证情况下，可以在毛里求斯购买房子吗？这个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基本上都可以你看，外国国民还可以购买位于至少1楼加2层楼的公寓这个都可以一般来说的话，买房子的话，其实大部分国家都是允许的比如说外国人到中国来买房子也是可以的好了，税务问题税务问题的话，高级签证保持期的就是可能在保持的高级持有者吧高级签证持有者的在毛里求斯来源收入按汇款征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你呢不知道征多少税，但是你先把银行去存一点钱，然后存一点钱之后呢，他可能扣多少就扣多少。还有一个意思呢，他这个有税务协定比如说，如果做出声明大意思就是你这个税比如说你在中国来的税收比如说中国某家公司给你打的钱，这个税收的话已经是缴纳过的、交税过的税后收入那你这个钱是不需要再缴所得税了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而且这种岛国的话，基本上它这种税收还是很优惠的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发邮件联系这个办公室我觉得它这个网页做的非常好很详细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些呢这个表格比如说我也翻译好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说我不再解释了